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在一个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一位老人突然摔倒在地。我想在许多国家，人们都会下意识地冲上前去帮忙把他扶起来。但在中国，许多人可能都会选择袖手旁观，甚至关于该不该扶这个问题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那么为什么中国社会会是这样子的呢？为什么中国人会那么的冷漠呢？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嘉宾 JJ 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现象以及它背后的原因。Hello， 艾琳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关于我开头提到的这个现象呢，可能很多外国的观众都不了解，因为毕竟还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啊。那能不能请你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呢？当然可以啊。那在我们今天正式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啊，我想先请艾琳还有大家先看一段近段时间在中国发生的真实事件的视频。你看，一位老人，这个老人80多岁了，然后突然就摔倒。哇，他看起来年纪好大哦。是的，旁边是不是非常非常多的车直接选择了绕道而行，而路人也走过，甚至于就看了一眼就转头走了，连慢下来的脚步都没有，更别说停了。然后后来呢，这个老人慢慢的有意识了，他想站起来。对，他好像醒了。对，但是他挣扎没成功，因为确实没力气。那这个时候，一名环卫工人看了一眼，然后走掉了。但实际上，这位环卫工人走掉了过后呢，就是他是去拨打电话去了。如果没有这个环卫工人，哇，那他还在那里待多久？是啊，为什么那么多人经过都不去帮一下？就打个电话也行啊。他们连慢下来的脚步都没有，可能司机师傅也是开着车停了一下，然后就绕道走开了。我觉得中国社会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害怕去扶老人。除了不扶老人，如果摔倒的是一位年轻人，你觉得大家会不会去帮忙？我说实话，我现在对大家没有信心。那我想请大家还有请你看第二段视频。这个孩子16岁，然后他摔倒了是吧？对，喝了酒摔倒了。然后他摔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时间是早上的7点54分。然后第一个陌生人路过看了一眼，8点10分的时候，然后走了。几分钟过后，有一个人直接跨过去。然后在8点半的时候，又有第3个人路过了，经过跨过，直到10点34分，一个外卖小哥经过，意识到男孩可能有生命危险，才打电话报了警。但是当120和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16岁的男孩已经没有呼吸了。根据法医的初步判定呢，这个男孩是摔下楼梯的时候撞击了头部，引发了颅内出血，最终导致了死亡。就如果有及时的救治的话，还是可能会被救起来的。我最震惊的就是他们可以直接跨过去，从他的身体上跨过去，好像他就是一个物件，或者说一只死的狗，一只死的猫一样。是的，所以说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而且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对，没错。其实关于这个现象哈，很久之前有发生一个可能比你刚刚给我看的那2段视频还要令人震惊的事件，就是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月月事件。这个我想你肯定听说过，我想基本上中国人应该都知道。对，我记得当时这个事情发生在2011年，在广东的佛山。然后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呢叫做小月月，她只有2岁。是被第一辆车撞倒过后呢，前轮压过过后，后轮又继续碾压了。然后在后续的这个监控视频里面，长达7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出现的18个路人，没有任何的人去帮忙，
然后在这7分钟的时间里面，经过了第2辆车的碾压，那最后呢，一名拾荒阿姨江小月也抱到了路边，最终才获救。就为什么大家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小 baby 也可以这么冷漠？你知道让人就是心寒的是什么吗？就是时至今日到今天，这个视频在网络上还在流传。然后在这个视频的下面，还有一群网友是这样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是不会帮的，因为不是我孩子。那我想反问这位网友，假如你的孩子也被车撞了，也出现了什么样的意外，你不希望旁边的人去伸出援手吗？你希望大家路过的这么多人都冷漠的对待吗？是吧？无法理解。你知道这个女孩后续怎么样了吗？据说是死了，是吗？对。所以说看完这些视频过后，大家是不是觉得中国人都冷漠的很可怕？但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除了视频中出现的这些成年人，中国的下一代的孩子们、学生也是出奇的冷漠。是吗？小孩也这样吗？来，我们看一段最近的视频合集。第一个事情发生在湖北武汉开学典礼里面。这一个学生摔倒了，就是晕倒了，应该是太热了吧。好，第二个视频发生在上海，大家全部张望他，然后没管。哇哦。好，然后看第三个发生在浙江的事情。你看，一个小女孩在教室里面倒了，旁边的女孩看了看，依旧没有任何的反应，甚至于这2个小男孩从旁边走过，嘻嘻哈哈的，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天哪，他们还在照样做自己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视频里面表现出了那种孩子的木讷？哪怕你可以大声的说，老师某某某同学怎么样了？对，就是看，木讷的看过去，看完了过后，再木讷的看回来。你知道我想起来了，我前段时间就是大概在2个月前，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视频，是一个老太太在电梯里边摔倒了，然后她就坐在那里，可能起不来，她就苦苦的哀求那个电梯外面的2个男子，就是说你把我扶起来吧，我求求你了。然后那2个男的呢，就是站在旁边看着，他们虽然没有扶，但他们也去就是打电话叫了那个保安。让我震惊的不是说他们没有帮，让我震惊的是下面的评论，可以说99%都说不敢扶，不要扶。还有我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母亲评论说，这个视频我给我孩子看了，然后我问他该怎么办，孩子说我转头就走楼梯下去了。然后这个母亲说我很欣慰，也就是说他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所以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视频中的那些小孩是这样的冷漠，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教他的。还有一个人也是应该也是一个母亲或者是父亲说不敢扶，而且我也会让我的孩子看这个视频，告诉他也不要扶，如果我老了我倒了不要扶我，我死了活该。好，我相信他老了也不会有人扶的，放心吧，不会有人扶你的。我想大家看到这里一定会出现很多个疑问，为什么中国人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不敢帮？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啊，原因有很多。今天我们从3个最主要的方面来展开讨论。第一个呢，就是信任危机。其实在中国呀，人们是不那么愿意去相信陌生人的，对陌生人的防备心也是非常强的。那你觉得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有信任危机？人们为什么会对陌生人防备心这么强呢？其实这个问题哈，在类似的视频下面，大家都会把这个事情引向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件，也就是2006年发生的彭宇案。当时有一位叫做彭宇的男生，然后呢在路上扶起了跌倒的徐老太，但是现场是没有监控视频的，然后彭宇呢就把徐老太送去了医院。徐老太在就医过发现她的一个就是医药费，对，医药费很高，就是比较高。
然后他在他儿子的帮助下，把彭宇就告上了法庭，要赔钱，就说是他撞倒的。对，说是他撞倒的。这个事件的争议点在于法官的判决，是不是？哎，对，说出了那句惊世骇俗的至理名言：如果你没撞人，那你为什么要服？对呀，所以大家都不服了呀，就。而且他据说最后还被判了败诉，还赔了徐老太很多钱。对，是的。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我是有去了解一下的。他有很多疑点。彭宇把这个老太太扶起来之后，旁边是有另外一个人来帮忙，然后打了电话给老太太的儿子的。儿子过来之后呢，没有任何的争议，他们对彭宇好像还表示了感谢。这个就很奇怪啊！如果当时徐老太就认为是彭宇撞的，他为什么要感谢他呢？这是疑点一。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彭宇最终决定跟着徐老太的儿子一起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去就医。这个过程当中，老太太的儿子跟彭宇还是非常的和气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矛盾。直到他们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了，发现医药费高的惊人，这个事情才最后就是彭宇被告上了法庭。我其实不太相信那个老太太是彭宇撞的，是因为这两个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当时很多人都为彭宇打抱不平。然后加上你刚刚说的法官说的那一句名言，就让大家非常的心寒，就觉得做好人都做不得这个社会。是的，法律不保护我的权利，反而还要去帮助这样的一群人，对，去侵害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信任体系崩塌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的，所以就是他那一句话一出来，那你想，我看到一个老人家摔倒了，我还敢扶吗？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彭宇案一方面让人害怕，而另一方面产生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人群，甚至于成为一种职业，叫做碰瓷。那为了让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呢，我想请大家先看一段视频。我去，你看，哇，这也太危险了吧！这种假装被车撞倒，并向司机敲诈勒索的行为，就叫碰瓷儿。你看他自己就倒上来了。哇，不做演员有点浪费人才啊。Hello boy， 他倒下去好慢。哎，来，刚好这是机会，来碰个瓷儿。是的，而且你看还有冲过来然后撞。这叫杀敌1000，自毁800。我只能说，这些人胆子也是够大的，为了钱也是拼了命了。这些车万一没看到，万一直接撞过去了呢？那不是就是真的被撞死了？对，你知道吗？就是彭宇案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彭宇案会让大家去碰瓷呢？我想不通。是因为这样的一群人了解完了彭宇案，然后发现好像有利可图，因为只要找个没有监控的地方，只要我假装让被你撞倒，你就会赔我点钱。那如果你不想赔，那没关系啊，我可以告你啊。告你过后，法律也支持我，所以说衍生出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群。而且近20年来，这一类的骗局经常在新闻上看到，所以大家就很恐慌，也引起了大家对于陌生人的那种不信任感。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中国人会这样的第二个原因，那就是现在很多中国人的道德感都不强。那么你认为为什么中国人道德感不强呢？当然我说的中国人不是指所有的中国人，肯定就是指普遍来说吧啊。这个还是跟社会发展和受教育程度有关系，因为最近的这几十年，义务教育才慢慢开始普及，人的素质才慢慢开始提升。而在这个飞速发展的这个时代社会里面呢，很多人都获取了非常多的财富，但是他的素质和道德是跟不上的。还有一个原因哈，就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这一部分先富起来了过后呢，他就可以用金钱去解决很多的问题，然后让普通人看到了，觉得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谁有钱谁就有理，谁就说了算。中国在近40年的时间里面，有太多人从普通人变成了中产，甚至于就是高层阶级，就是他们通过金钱去购买到了一些权利也好，社会地位也好，就是他跨越了阶级。但是在很多的国家，他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跨越阶级的。比方说在印度，他是没有办法从一个奴隶跨越成婆罗门的，你有再多钱都不行。但是在中国不一样，只要你有钱了，你就能跨越阶级。对，就是这一系列的原因，让很多人将追求金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甚至将其视为人生的终极意义。我有钱了，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就满足了我人生意义。所以说普通人或者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钱而活的。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人认为金钱比道德更重要的这个思想。就是一个认识的人吧，也不算是朋友，然后他说他们家爷爷奶奶是卖包子的，然后说包子的肉是那种劣质的肉，他们自己都不吃，别人吃了会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我能赚钱就好了。这不是道德的缺失吗？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大家不服也可以理解，是因为服人这件事情不仅不能给大家带来任何的利益，反而还有很多很多可能会导致的损失。那这是一件划不来的买卖，我当然不会做了。对，就是当你把金钱放在太高的位置上面，这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你就会丧失掉一定的道德感，是因为它不在你的优先排列之上。对，没错。我道德能当饭吃吗？对，能当饭吃比较重要。对，是的呀。另外，在中国社会，如果你缺乏道德，你是会被接受或者包容的。就像我们一开始问到大家的那样子，如果有一个老人摔倒了，你会怎么办？在国内，大家是不会鼓励你去帮忙的。就像评论区之前说到那样，一个母亲她会教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是吧？就是这个社会不仅不谴责不服的人，反而还会去鼓励你这种不作为。所以就让那些就是可能道德感本来就比较弱的人，就找到了一个借口，心灵的不是我对借口不想帮，不是我心不好，而是我真的不敢呀，我怕呀。对，我感觉在国外社会是不允许你不去帮忙的，对吧？就是如果你不去，你身边的人就会认为你不道德，是吧？人品不行不愿意跟你合作就是社会也好，身边人也好，他们都会成为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力是。然后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和讨论的就是法律的不健全。因为在彭宇案出来之前，中国是没有相关的法律的它不像欧美是有撒玛利亚好人法的。撒玛利亚好人法呢，就是一部为自愿救助伤者或病人的人免除责任的法律，让见义勇为者做了事过后呢，没有了后顾之忧，不用担心过失造成的伤亡而被追究责任。对，确实，因为你比如说老人家摔倒了，你去把他扶起来，万一扶的这个过程把他的骨头又弄断了，折了，那这个对这个要找谁的责任？这个也确实是有一点难的。对，没错。我们没有吗？我们没有这个法律吗？我们其实之前一直都没有，直到2014年吧，中国的民法典才修订了相关的法案，就是来自于民法典的184条，紧急救助免责，它也是类似于西方的撒玛利亚好人法。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
这个法律出来之后，是不是大家去帮别人的这个频率更高了？其实不然，它只是一个兜底法律。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觉得麻烦。就即使这个事情最终上了法庭，我可能会赢，但我还是觉得上法庭这个事儿本来就很麻烦。是的，没错。甚至于有人拿出这个问题服不服的这个问题去问法律的专家，法律的专家也都摇头，他说他自己也不会去服。你如果说碰到有人摔倒，你会服吗？我说实话，我要反映一下，就是其实我在中国是不敢服的。我在国外的话，如果我身处国外的话，我肯定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忙。我曾经扶过2次骑电动车摔倒的人。你没被讹吗？没有，2次都是在桂林那个大街上，一个是一个中年男子骑电动车摔跤了，不是太严重，但是可能手上摔破了皮，我把他扶起来了，但是他的表情，他没有说谢谢。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外卖小哥摔了，也是在路上，然后我去帮了他，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女孩子也过来一起帮了，但是这个外卖小哥也没有说谢谢。当然我扶他也不是说为了得到他一句感谢，只是这个现象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包括我在国外也经常碰到中国同胞，有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他们英语不好嘛，然后我刚好在旁边，我可能就帮忙翻译了一下，他们的表情都是那种好像怕我跟那个卖东西的人一起骗他的感觉。就我现在就是说到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感觉中国人不仅不敢帮别人，也不敢接受别人的帮忙。是的，所以说大家听完以后，还敢在中国扶人吗？我希望你们还是坚持做自己，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外国人扶的话，大概率是不会被讹的，因为语言不通嘛，对吧？对的。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外国朋友担心的就是，如果你来中国，你摔倒了，中国人敢不敢扶你？我觉得敢。我们真的这种防备心理只是针对中国人，我们不会觉得外国人会知道怎么讹我们，而且你在我们国家你还敢讹我？是的，就是肯定会有人扶你的，因为他们知道你不会讹人的。是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未来会改变吧，就是年轻的一代会越来越好。我也希望就是父母在教孩子保护自己的同时，也教给他们一些善心。我们一起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好，那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现象以及我们所说的这些原因，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再见，拜拜。